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这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在这期影片呢，我将跟大家分享我们应该如何挑选基金。那我相信有很多投资新手或者一些投资老手啊，他们挑选基金的时候呢，会看基金过去1年、2年，甚至是5年的报酬绩效，然后以这个绩效呢来希望自己投资的基金它会有一个持续性。或者是呢有一个因果关系，就是这几年基金表现的比较好呢，代表说这个基金经理人特别厉害，所以说他未来的表现呢也会更好，然后希望有这种持续性下去。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 Kevin 就来跟大家分析。如果是初次来到这频道了，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呢，欢迎订阅追踪。我会每周在这边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想要每天都增加一些投资知识的话呢，欢迎订阅追踪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那边会每天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各位也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均值回归啦。其实你只要投资基金，不管是指数型还是主动型基金，其实都会看到均值回归。那主动型基金的话呢，是最明显的，也就是说，你昨天的赢家很有可能就是明日的输家。好，那在开始之前的话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Kevin 做的美股入门3天计划，专门给那些想要投资美股的投资新手们所使用的这个计划。那已经有超过大概150人报名了，然后呢，有10%的人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并且也回传了那些他们下单购买完成股票的画面给我了，所以我有送他们一些 bonus 的礼物。那 Kevin 非常非常开心，他们真的是太有行动力了，然后我给他们100分。好，那如果各位还想要参加这个美股入门3天计划的话呢，它的折扣码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SWEETESS。我直接跟大家讲了，因为有太多人在下面留言说到底在哪里他找不到，我也是蛮问号的。反正这个折扣码就说SWEETESS。那如果各位想要参加报名的话呢，就在下面的资讯栏。好，你只要输入这个折扣码的话呢，那就是0元免费的。OK， 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基金的部分嘛，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基金。那基金就是许多的投资人，他将他们的钱给一个人保管，或者是给一个基金公司进行保管，然后呢，基金公司呢会帮我们进行投资。那当然我们这些投资人要给他们付一些佣金嘛。那基金又分为2种，一种叫做主动型基金，一种叫做指数型基金。那指数型基金呢是最近几年才比较兴盛的。那指数型基金就是追踪某一个指数，然后它的规则呢是一开始就写好的，所以说呢它不需要经理人去特意的去做操盘去做选股，所以它的内扣费用呢通常都比较低。那主动型基金呢就是有主动型的经理人，就是有个经理人他自己去操盘说我要买哪只股票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呢，它的周转率会比较高，然后它的一个经理费也会比较高，所以它整体的内扣费用相对于指数型基金来讲就会比较高。OK， 那我们介绍完主动型基金和指数型基金，那主动型基金跟指数型基金它们的绩效差距是如何呢？为什么指数型基金最近几年这么夯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前面几部影片有比较详细的介绍，那我这边的话呢就介绍比较简略。那这个报告就是 SPIVA， 也就是标普指数这个编制公司他们提出的一份报告，就是比较那个指数基金跟主动基金他们之间的报酬率的差别。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边主动基金跟指数基金，如果你去做比较5年、10年、20年，它的绩效表现会是如何？那主动型基金呢，有分为它追踪大型股的主动型基金、中型股的主动型基金，还有小型股的主动型基金。然后对应的话呢，也是对应的相同的一个指数。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5年的时间，他们的胜率是多少？那这个胜率就是指数型的基金，它赢过主动型基金的一个比率，大约最少都超过 60%。也就是说，你只要投资5年，你指数型基金就赢过了主动型基金 60%。那10年呢，就是 70% 以上，20年最少都是 88% 以上。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指数型的基金它的长远的一个投资绩效会超越主动型的基金大约 90% 左右，而且这个绩效是还没有算内扣费用各位知道吗？主动型的基金它内扣费用动辄都是 1%、2%但是指数型的基金呢，它内扣费用可以非常非常低，像美国的 VOO、SPY 它的内扣费用就不到 0.1%， 所以说这个中间的差距会非常非常的多。而且研究也有表明，这些主动型的基金虽然它赢过了指数型的基金，但它们平均赢过指数型基金不超过 2%。也就是说，你的主动型的基金它只赢差不多 2%， 然后呢，它的那个内扣费用又这么高，所以说它整体下来真的有赢过指数型的基金吗？这边要打一个问号虽然真的有一些投资大师，他的绩效可以超过指数型的基金，但是这方面的人真的是太少了。所以说呢，一定会有人说，那我就要去挑选主动型的基金，因为我要打败大盘。虽然你说它的几率很小，但是有这个几率我一定可以挑选得到。我要挑选到像巴菲特这种人，55年前我要是投资巴菲特，我现在就发了。所以说我现在一定要找到下一个巴菲特，但真的有那么容易吗？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Morningstar 的一个评分机制啊。Morningstar 呢就是晨星，如果有投资美股的人会比较常去使用的一个分析网站。那这分析网站呢，它有个星等1到5颗星。那这个星等就是一个纵横的一个加权评分啊，有包含一些风险啊，或者是一些报酬的部分。那你星星越高呢，就代表说你的报酬越好，然后风险越低之类的。那这个星等的评分方式啊，其实有点缺陷就是他们比较注重在短期的绩效。因为很多基金是新出来的，然后旧的基金呢很容易就下市了，所以说你要说基金可以放得很长远其实比较少，所以说你大概是3年5年的绩效，它的一个权重的比例会比较重。Morningstar 它的一个星等的评分就是比较注重在短期的绩效表现。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下，你们认为要挑选一档好的基金，它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呢？那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说，它的绩效要好。然后你看的是3年或5年的绩效，因为我看到太多了，不管是台股的 ETF 好还是台股的基金也好他们都会秀给你看说这档 ETF 这档基金它过去3年5年绩效多好，然后推荐我们去买，然后我们一看它内扣费用超高，那我们就买。但真的有这么好吗？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表格呢，主要是讲主动型的基金，然后是美股的基金，然后它从2006年到2016年之间它的一个绩效的一个表现，然后来做一个对比。那我一个一个跟大家讲。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边左边这边就是2006年到2011年它的一个平等。然后呢，这总共有1762家基金。那这些基金呢分为5个等份分别是最高报酬、高报酬、中报酬、低报酬和最低报酬，那各占20%。OK， 那右边的部分就是这些基金呢，到未来的5年，也就是2011年到2016年之间，他们的基金的表现是如何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最高报酬的基金，它在未来5年当中，它还能持续保持的高报酬只有13%。那相对于整体表现的话呢，下面的话是总计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你虽然你挑选了最高报酬的基金，但是它在未来5年，它高报酬的几率只有13%。但是如果你是挑选1762档基金，你随便蒙眼挑一支那你未来是高报酬的几率是16%。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最高报酬的基金，它未来不一定是最高报酬而且它甚至它的几率竟然比平均还要低。那这也就代表什么？代表说基金没有什么，它没有一个东西叫做持续性。也就是说，你好报酬的基金，在未来呢，不代表说它一定是直优生。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边我将低报酬、最低报酬还有合并结束的基金全部加在一起。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到，最高报酬的基金，它在未来5年甚至有比较高的几率可能会出现低报酬的一个情况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那如果是过去最低报酬呢，它在未来报酬率会是如何呢？可以从这边看到最低报酬的基金，它在未来5年它呈现高报酬的几率其实差不多它跟整体的平均其实差不多，它是17%，整体平均是16%，它没有比较差。但是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如果你是最低报酬的基金，你在未来几年当中，你在未来5年当中，你合并结束的几率会比较高这边是比较高的为什么会合并结束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基金公司当然不希望这种低报酬的基金会一直在它的投资组合当中，所以它就会让它下市或者是合并掉。那我们由这边也可以看到，主动型的基金在未来5年当中，它合并和结束的几率是18%，我认为这是蛮高的啦，大概就是1/5左右。那有人就会说Kevin 你这只看到10年当中，你只看到一个事件而已，你不能说你未来全部都是这样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表格，那这个表格呢是从2001年到2006年。然后呢，还有2006年到2011年这2个期间来做比较，然后也是一样同样的原理。那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报酬。那这个最高报酬呢，它在未来5年，它要持续维持在高报酬的几率也没有比较高就跟平均差不多嘛，大概只多个1%而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合并结束的一个几率是比较小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报酬，过去报酬，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比较正确、一个比较肯定的结论，就是你过去比较高报酬的基金，它未来合并结束的几率会比较小。然后如果你低报酬的基金，未来合并结束的几率会比较高只有这个是比较肯定的一个答复。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低报酬、最低报酬和合并结束加起来的话呢从这边看的话就可以发现说这次的话呢，最高报酬它其实变成低报酬、最低报酬或合并结束的一个几率是比较小的。那这边 Kevin 是觉得你高报酬的基金不代表说你未来一定是低报酬，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你高报酬的基金不代表你未来一定是高报酬。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低报酬，从我们刚刚那个表格跟这个表格来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低报酬的基金呢，它未来要成为最高报酬的基金，它几率比较高，但是相对的它合并结束的风险也会比较高。
那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个结论啊，就是主动基金它的投资报酬其实没有一个持续性或者是一个因果关系，它比较像是一个随机性或者是一个均值回归。怎么说？我们一般投资人，我们投资基金的时候，我们看那5年的绩效，我们就希望说，这5年绩效很好哦，就代表说这个基金技能很厉害，它投资技能很强，所以它未来呢一定可以持续的创造良好的佳绩，就是持续性跟因果关系嘛，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嘛。但事实是这样吗？事实不是。但真实状况是，你这个基金虽然你过去绩效很好，但是你未来的绩效呢，比较像是随机分布，而且有一种均质回归的感觉，没有那一种你过去高绩效，你未来一定是高绩效的那种状况。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实力的部分了。实力的部分的话，如果你有投资美股，你应该会比较知道什么叫做方舟 ETF 啊，就是一个阿克姐。那阿克姐在2020年的时候啊，大家都说什么她是女股神巴菲特啊，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是阿克姐她的一个 ETF 叫做 ARKW， 然后我们跟 QQQ 做比较，那你们会说，哇哦，这5年的绩效很惊人呢，阿克姐的 ETF 竟然有 500% 的绩效。但是各位有看到吗？它从2021年开始，年初开始绩效是负的哦，负的绩效哦。我们来把它拉大来看哦，它从2021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它的 ETF 已经跌了10%。但是 QQQ 这档 ETF 呢，就是追踪美国纳斯达克指数的 ETF 啊，就是科技股 ETF， 它的绩效表现是15%。哦，这是差非常非常多的。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叫做均值回归的一个情况。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Kevin 认为影响主动型基金持续创造佳绩的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你这个基金经理人他的策略能持续多久，他会不会被挖角走？我认为这是影响主动型基金一个非常大的关键。主动型基金它的经理人这个流通性非常非常的高。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的基金规模扩大了好几10倍，它的绩效还能像过去一样好吗？我们可以问一下巴菲特哦，巴菲特就有讲说，如果他的资产更少的话呢，他可以创造更高的报酬率。为什么？因为巴菲特他手上的资产实在是太多了，那好公司就这几家，他已经找不到更多好公司了哦，所以说他才会说啊，我资金规模太大了，我的绩效会下降。如果他资金规模小一点的话呢，他绩效会更好。那主动型管理基金通常都会有这个诟病。那第三个就是共同基金，也就是主动型管理基金，它有个很高的经理费跟周转费，所以这加起来就是它会有很高的内扣费用。虽然我们看到这种主动型管理基金啊，它的绩效表现，如果你说它好像比较好，但是这个绩效表现比较好，并不代表说我们投资人报酬率就好，因为这个中间还要扣掉内扣费用，这扣下去的话呢，你投资人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赚头了哦。所以最后结论的部分就是 Kevin 认为主动型的基金，你长期的绩效要赢过指数型的基金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以20年来讲，你的胜率是不到10%的。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用过去短期的绩效做考量来挑选基金，不管是指数型还是主动型的基金，你跟蒙眼去选基金其实是差不多的，你并没有比较聪明。第三个，投资人希望看到的主动型基金是具有持续性的，但是其实主动型的基金呢，它比较呈现的是随机性和均值回归。OK， 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啦。我是不随意这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如果各位认为今天影片有帮助的话呢，欢迎订阅追踪。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喽，拜拜。